相公，怎么样？爹刚刚叫你过去，对你说了什么？青青，帮我研墨。你这是要写什么？写信。给谁写信？二哥。那行，那你写着，我去准备一点东西，一会儿随着你写的信一道给二哥和嫂子他们送回去。二嫂才刚出小月子，顾青青打算给二嫂准备些补身子的东西回去。顾青青吩咐完下人回到屋里，徐行这边也把信写好了。人参2支，银耳10斤，燕窝10斤，红枣20斤，小山用的纸和笔，一些给小山看的书籍，还有二哥他们的布匹。相公，你说这些东西够了吗？要是不够的话，我再让下人去准备点儿。以前她怀孕那会儿，二哥是1天3顿补汤不断，炖给她喝来着。二哥对她这般好，顾青青早就把二哥当成她的亲兄长一般。行了，你刚刚准备的这些东西已经够了。相公，刚刚爹单独把你叫出去，跟你说了什么？爹说小山年纪小，需要照看，还说二哥的铺子也需要人帮衬，让我去劝一下娘，让娘和他一起从京城回去。这么说来，娘是不肯跟爹一起回去了。楚府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娘在这边我反而不放心，让她回到乡下去也好，这事儿我会去找娘单独谈一下。小山确实年纪小，现在也需要娘的照看。至于二哥和嫂子，娘要是回到乡下，倒是也能帮衬二哥一下。还有就是顾青青想到今天意外听见徐忠诚和梁氏2人的谈话。在想什么呢？顾青青没打算把他今天听见的徐忠诚和梁氏的谈话告诉给徐行听。第二天白天发现好像这2天没有看见他的二弟顾燕，于是他问了沈氏：大姐，二哥让人送口信回来，说是跟着莫将军出去办事，要离开几天。难怪他这2天都没有看见他二弟呢，原来是跟莫将军出去办事去了。这几天徐行让人盯着徐忠诚，得到的消息是徐忠诚并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离开府上去见过任何人。相公，难道是我们多虑了？爹他其实和楚府的人并没有见过，也没有被楚府的人收买。他到底和楚府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好做定论。那你会继续安排人盯着爹吗？在没有确定之前，我都会让人盯着。这一天顾青青刚刚从外面回来，意外的就见徐忠诚在他和徐行住的屋子外鬼鬼祟祟的张望，吃了一惊。顾青青正打算往旁边躲，就被徐忠诚给发现了。突然看见顾青青，徐忠诚也是一怔。嘿嘿嘿，老三媳妇，你刚去哪儿了？爹正说要找你呢。是吗？爹，不知你过来找我是有何事？也不是啥大事，只是你娘执意要留在京城不肯回去。爹过来就是想让你帮爹劝一下你娘，让你娘答应同我一起回去。顾青青打量着跟前的徐忠诚，没说话。小山年纪还小，他身边可不能没有你娘。你二哥开的那个小酒馆也需要人帮衬，你娘要是不回去，小山怎么办？爹也是为了小山才不远千里过来，如今你娘不肯回去，爹也是没有法子，才想找到你去帮我劝劝你娘。爹，我会去劝一下娘的。徐忠诚道了谢离开了。看着离开的徐忠诚，刚刚徐忠诚鬼鬼祟祟的在他和徐行的屋外张望，绝对是心怀不轨。今天早上他要去回春堂的事儿，不仅梁氏他们知道，徐忠诚当时也在。顾青青把袁姐他们交给奶娘和沈氏他们照看，这才准备出门去。要不是临时有事儿，顾青青不会回来。对了，顾青青这次是回来找玉佩的，出门的时候意外发现身上的玉佩不见了，这才急急忙忙回来寻找，没有再管徐忠诚的事儿，进去找玉佩。梁氏和徐行都嘱咐过他，让他千万别丢了。镯子呢，顾青青怕磕碎了，没带过，他小心地收着。玉佩，顾青青则是一直都戴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面。在屋里寻找了一番，到处都没有看见玉佩。顾青青吓得不轻，玉佩呢？怎么会不见了？不由得顾青青立刻想到了徐忠诚，刚刚也没有别人来过，就只在屋子门口看见过徐忠诚。
难道是徐忠诚刚刚来他屋子里把玉佩给拿走了？想到他刚才回来的时候，看见徐忠诚在他和徐行的门口鬼鬼祟祟的模样，应该是徐忠诚还没进屋就被他发现了，而且当时他刚上车，匆忙地跑回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忠诚不可能这么快就从他屋里出来。只是不是徐忠诚的话，那块玉佩现在又在哪儿？他记得玉佩他一直戴在脖子上，没取下来过，而且就在徐行他爹徐忠诚来的那天，那块玉佩都好好的还戴在他脖子上。再次把屋子中仔仔细细找了一遍，却还是没有找到玉佩，弄丢了徐行给他娘留的唯一的玉佩。顾青青一天都不对劲儿，梁氏和沈氏他们询问，顾青青只说没事儿。晚上徐行回来了，顾青青红着眼眶一把抱住了他。青青，怎么了？你怎么了，青青？可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别怕，不管什么事，只要有我在，你都不用怕。相公，我将玉佩弄丢了。就是因为这个啊？对不起。青青，你看这个是什么？玉佩怎么会在你手上？青青，前天晚上给你洗澡的时候，我见这块玉佩在你脖子上不方便，就帮你取了下来啊。前天晚上，顾青青回忆着，前天晚上那不是……小脸不由得又大红了起来。玉佩的事情解决了，顾青青还是把徐忠诚今天在他们屋子外鬼鬼祟祟的事儿给徐行说了。相公，当时要不是我返回来找玉佩，叶大说不定已经进来了。徐行面色如常。难道相公也知道此事？徐行嗯了一声，顾青青这才想起来徐行之前安排人盯着徐忠诚的事儿。你说他想去我们屋里做什么呢？想知道爹的目的，一试便知。你的意思是？徐行点头。相公，那天爹让你去劝娘跟他一起回乡下去，不知道你去找过娘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今天爹被我发现在我们屋外鬼鬼祟祟的，就借口说是想找我去帮他劝一下娘，让我也去劝一下。我昨天就已经去找娘单独谈过了。娘怎么说？娘答应我了，不过什么？娘说她这次要是回去，下次还不知道多久才会再来京城，她想再多住几天，再多看看靖哥和元姐两个孩子。你答应了？徐行嗯了一声。顾青青和徐行商量好，用计试探一下徐忠诚，想要看一下徐忠诚到底想去他们屋里是做什么的。于是这天早上，徐行去了大理寺做事之后，顾青青也故意在吃饭的时候对大家说道：娘，我今天吃了饭就会去一趟药铺回春堂那边，元姐和靖哥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们帮我看一下了。青青啊，你就放心吧，娘会帮你看好靖哥他们的。交代完之后，顾青青当着徐忠诚的面，带上府里的两个丫鬟，一道从府上出去了。顾青青坐上马车离开之后，并不是去了药铺回春堂，而是坐着马车去了附近的一个茶楼里。徐行安排人在暗中盯着徐忠诚，就等着徐忠诚中套呢。只要徐忠诚去了他和徐行屋子里，徐行安排的人就会立刻过来告诉他。只是让顾青青意外的是，徐行安排来盯着徐忠诚的人却过来禀报说，徐忠诚今天一天都没去过他和徐行住的屋子。相公，看来是之前的事情打草惊蛇了。接下来的几天，顾青青每天都会出去一趟，但是徐忠诚好像都很安分，没有再去过他们的屋子外徘徊，没有抓到徐忠诚的把柄。倒是二弟顾燕跟着莫将军出去了一趟，现在回来了。徐忠诚一直没有什么异常。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徐忠诚先是意有所指的再次提了让徐行回楚家的话，而后又提出让梁氏收拾东西和他一起回乡下去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回楚家？你想谁回楚家？徐忠诚被顾燕的目光扫过来，莫名的后背一阵发凉。爹，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楚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呀？徐忠诚刚要骂自己儿子，却在目光扫到顾燕的同时，又将口中的话给咽了下去。晚上听说徐行要去给魏大人送行。
送行？相公，魏大人要离开了吗？你是要去给他送行？皇上下了圣旨，要将魏大人远调。魏兄此去，短则1年，长则2年才会回来。好端端的，为何皇上会突然将魏大哥远调？徐行没有说话，顾青青却心里莫名觉得有点隐隐不安的感觉。徐忠诚的突然来京城，本来就蹊跷，在这个节骨眼上，皇上还突然把徐行在京城唯一的同窗好友魏大人给远调了。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没事儿。希望是他多虑了。徐行要去给魏大人送行，顾青青决定跟徐行一道去。听徐行说，魏大人明天一早就走。怎么这么急啊？圣旨是前几天下的，魏兄已经将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就等出发了。第二天早上，顾青青就和徐行一起出门了，送了魏余离开。看着马车走远之后，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也回去了。顾青青刚回去就听见他娘他们在说武平侯府广贴告示遍寻神医之事。哎，青青，现在外面的街上都在张贴告示呢，听说谁要是能治好那位威猛大将军的病，就能赏金10000两。上次那武平侯府不是就已经张贴过一次告示了吗？这次又突然张贴，难不成是那个武平侯府的儿子快不行了？10000两黄金，这得多少两金子才有10000两啊？老三媳妇儿啊，老三当初病入膏肓，你都能把他救活了，要不你也去武平侯府试试去吧。要是你能把那个威猛大将军的伤治好，那岂不是能赚到10000两黄金了？哎，不行不行，亲家，这事儿可不成。那宫里的御医都没辙，青青怎么能行呢？那位可是侯府的将军，这要是治不好，这侯府怪罪下来，那不是害了青青吗？依我看，让老三媳妇去试试也不错。门外突然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大家看过去，只见徐忠诚从外面走进来。我娘说的对，那可是侯府，御医都治不好那位大将军的病，我大姐又怎么可能治得好他？不行不行的，我大姐可不能去给那什么侯府的人治伤。老三媳妇儿，当初你能把老三身上的病治好，说不定也能把那位大将军身上的病给治好。万一要是治好，那10000两黄金可都是你的了。且不说顾青青当初答应过秦无言，不去给武平侯的儿子治病，就算是他没答应过，顾青青也不可能去给那位青离郡主的兄长治病。爹，我的医术也就是略懂一些皮毛而已，又怎么能治好大将军的伤呢？顾青青说完，徐忠诚倒是意外的没有再多说什么。哎呦，还是亲家母考虑的周到。青青要是治不好那位大将军的病，侯府怪罪下来可就不好了。老三媳妇儿，那还是别去了啊。晚上顾燕回来，大姐，你是不知道，那侯府上次张贴告示，还真找到了一个自称神医的大夫，去给那位威猛大将军治病的。后来呢？那人接了告示，倒是还是有几分本事。听说之前那位大夫还真将人给救醒了。但是除了第一次醒来的时候，那武平侯的儿子口中说了几个字，再后来醒来却只能睁开眼睛，动不了也说不了话。顾青青诧异了一下，没想到那位威猛大将军被救醒了后，竟然说不了话，还动不了，这不就是等于一个废人吗？武平侯每天靠在给他儿子喂参汤续命，就在前几天，那武平侯的儿子突然晕了过去，再接着就一直昏迷不醒。眼看那位大夫也没法子，御医说要是人再不醒来，怕是就要回天乏术了。所以那武平侯府就再次广贴告示遍寻神医。顾青青突然打量着跟前的顾燕，大姐，你看着我做什么？我怎么发现你提起那位武平侯的儿子，好像就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他难道得罪你了？有吗？那他得罪过你吗？有那么明显吗？难不成还真得罪过你？大姐，那武平侯的儿子倒是没有得罪过我，不过却得罪了我们莫将军。此话怎讲？那武平侯的儿子为人阴险狡诈，给我莫大将军私下使了不少的绊子，
还几次三番置将士们的性命于不顾。2年前，要不是莫将军运筹帷幄，怕是有好几百人都丧命在了那人手中。那武平侯的儿子本事不如人，就暗中给莫将军使坏，再加上那位宫里的陈妃娘娘，要不是武平侯，我们莫将军现在又怎么会回到京城来受这窝囊气？这是怎么回事？要不是武平侯和宫里的那位陈妃娘娘，我们将军也不会从边关回来。莫将军现在回到京城，来得了一个闲差，虽然官职是高了，但是却无实权，实权都被皇上收了回去。顾青青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事儿。大姐，莫将军对我有恩，要不是莫将军，我现在怕是边关的无名小卒。现在跟在莫将军身边做事，莫将军还亲力亲为地教了我不少东西。顾燕说起莫将军，少年的脸上都是神采。看来那位莫将军对他二弟确实是不错，也难怪他二弟说起那位武平侯的儿子，就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接下来的几天，徐行每天都在家，没有去大理寺。相公，你不去大理寺做事吗？可能这半个月我都不去大理寺了。为什么？为何这半月都不用去了？相公，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放心吧，没事儿。可是……顾青青还要说话，府上的下人突然过来传话：夫人，大人，侯府的人来了。侯府？什么侯府？啊，武平侯府。什么？那武平侯府的人怎么会突然来了？虽然顾青青觉得很是奇怪，却也还是和徐行一道去了偏厅。到了偏厅后，顾青青看见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他的身后跟着2个小厮。见过徐大人。徐行淡淡的点了点头。这位可是徐夫人？不错，这正是那人。太好了，我是武平侯府的冯管家，听说徐夫人医术高明，侯爷特意安排小的过来，请徐夫人给我们府上的长公子看病请脉。听完了后，顾青青一脸的诧异，他怎么都想不到武平侯府的人会突然过来，竟然是请他来去给武平侯的儿子谢公子治病的。徐夫人，我们侯爷说了，只要你能够治好我们长公子的伤，侯府定有重酬。怕是要让冯管家你白跑一趟了。怎么，莫不是侯府还请不动徐夫人去给我们公子看病？不知谁对侯府说我的夫人医术高明？谁说的不要紧，只要徐夫人医术高明，就可去帮我们大公子看诊。我夫人虽然略懂点医术，却也只会点皮毛而已，实在是算不上医术高明。不知道是谁去侯府造谣生事，误会了我夫人是小，这要是耽搁了贵公子的病情是大呀。是吗？徐夫人，要是你医术高明，却不给我们公子治病，这要是延误了我们公子的伤，宫里陈妃娘娘和皇上要是怪罪下来，怕是你和徐大人10个脑袋都不够赔的。冯管家，我媳妇儿不过是个柔弱妇人，你可别给我吓着她。侯府不过是来找贵夫人帮我们公子看病，不知徐大人你为何要一再的阻拦？冯管家，你怕是说笑了。我一个乡下来的寻常妇人，虽会点医术，但也是略懂皮毛。但我这点医术根本算不上是医术高明，就我这点糊弄人的本事，又怎么敢去给金尊玉贵的侯爷公子看诊呢？冯管家，你也听见了，不是那人不去给侯爷公子看诊，实在是那人医术不济，去了也对贵妇公子的伤于事无补。你由于顾青青和徐行2个人都一口咬定他医术不精，再加上冯管家瞧着顾青青不过是一介弱智女子，看样子也不像是个医术高明的模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冯管家也没有多说什么，黑着脸就带着手下的人走了。等等，冯管家停下脚步，不解徐行是何意思。既然我夫人医术不精，不能为侯爷公子看病，那这礼品我们也受之有愧，还请管家一并带回去。送走了那武平侯府的管家。相公，你说那武平侯府的人是从哪儿听说我医术高明的事的？难不成……下意识的，顾青青想到了一个人。夫妻2人回到房间，
为了防止有人偷听，徐行还安排了人在门外守着。你说告诉那武平侯府我会医术的人，会不会是爹？我安排的人这几天都没有发现爹有任何异常，也没有见他离开过府上。那这又是怎么回事？要是不是爹的话，还能是谁呢？知道他会医术的，除了现在这个宅子里的人，那就只有秦无言了。梁氏和他娘他们都不可能去告诉武平侯府他会医术的事儿。目前来说，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徐行他爹。可是真要是徐行说的那样，他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府上的话，那又是谁告诉武平侯府他会医术呢？青青，那武平侯为人喜怒无常，侯府的人也仗着陈妃娘娘是皇上的宠妃，在京城仗势欺人，胡作非为。记住了，不管是何人去侯府说你医术高明，你都一概不要承认。要是我猜的不错的话，那武平侯府的人这次回去后肯定还会再来第二次，到时候你只管一口咬住自己的医术不精，别的都交给我。徐行猜得不错，果然第二天一早，那武平侯府的人又来了。这次冯管家还带了一位老管事过来，不过顾青青只按照徐行说的，一口咬定他医术不精，还有徐行在旁边游刃有余地帮他应对。那侯府的人也没辙，只能再次带着人走了。听说侯府的人来过，梁氏他们也忙过来询问。老三呐，青青，娘听府上的下人说，刚刚武平侯府的人来过这儿。这侯府的人怎么会突然来我们府上啊？大姐，该不会是那侯府的人来抢我姐夫来了吧？难道是那楚府的人又想同武平侯府结亲？娘，三妹，侯府的人过来是请我去给那位谢公子治伤的。老三媳妇儿，侯府的人怎么会突然来找你去给那位大将军治伤呢？顾青青没有回答，而是若有似无的把目光落在了徐忠诚身上。兴许是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胡话，误以为我医术高明，这才病急乱投医，找到了徐府。可是这京城没有人知道你会医术啊，到底是谁去告诉侯府的？这次顾青青并没有说话，而是再次把目光从徐忠诚的身上扫过去。这徐忠诚自从进来后，面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这让顾青青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去侯府说的他会医术的事儿。不过不管是不是徐忠诚说的，他都要小心为上，特别是徐忠诚，他要多加防范才是。怕徐忠诚被楚府的人买通了，顾青青对两个孩子也是格外的小心，唯恐徐忠诚就对两个孩子不利。徐行说，那武平侯府的人今天来过之后，应该不会再来徐府了。徐行猜得不错，接下来的几天果然没有再看见侯府的人来过徐府。徐行也在家闲散地陪着他和两个孩子几天之后，又再次出门了。顾青青以为徐行是去了大理寺忙差事去了，特别是徐行还每天早出晚归的，就连沈氏都在顾青青跟前道：青青，女婿的差事如此辛苦，你要对他多加照顾。顾青青见徐行最近几天确实瘦了些，想了想也决定给他补补身子。于是顾青青特意去厨房吩咐了魏婶儿，让魏婶儿单独给徐行做几个菜，都是些滋补的营养品。这天晚上顾青青没有把徐行等回来，却在第二天早上等到宫里来的圣旨。顾青青在出去之前又安排府上的人去找徐行回来，等到他跑过去的时候，沈氏和梁氏他们早早的就已经等在那儿。顾青青见前院来了几十个太监，青青，你可算是来了，女婿呢？还没回来吗？我已经打发了下人去找相公了。你可是徐夫人？是，她是我儿媳妇儿。行了，既然人已经来了，那就接旨吧。公公，我已经安排了人去找相公，他现在就在大理寺，要是知道皇上圣旨来了，定会很快回来。要不再等等相公？不用等了，他现在已经在大理寺的天牢里了。什么？公公，
我儿子怎么了？啊，我儿子他好好的，怎么就进天牢了？不可能，我儿子可是大理寺丞的，他可是朝廷命官，他怎么会进监狱？不是的，一定不是的。顾青青虽然也是又急又乱，但是他知道他现在是不能乱的。公公，不知我相公是因何进了天牢？传旨太监一脸不可耐烦地把梁氏甩开，梁氏脚下踉跄了好几步，差点就摔倒了，还好顾青青及时扶住了他。娘，你没事吧？梁氏来不及回顾青青的话，慌乱地向传旨太监跑过去。不会的，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公公，你弄错了是吧？一定是弄错了，对不对？对不对？梁氏语无伦次，嘴里头反复地说着弄错了。传旨太监瞟了一眼梁氏和顾青青的人，那接旨吧。娘，我们还是先接圣旨吧。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理寺丞徐行私自调包，盗走国库，丢失银两，监守自盗，罪加一等，现罢免其官职，押入天牢候审，钦此。梁氏听完差点没晕过去。偷盗国库，罢免官职，押入天牢。顾青青听完圣旨也懵了，还愣着做什么？徐夫人，接旨吧。不可能，我儿子他怎么可能会偷盗国库银两呢？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顾青青也不相信徐行会偷盗国库。徐夫人，怎么你们莫不是还想抗旨不接？在古代，抗旨可是大罪。尽管他不相信徐行会做偷盗国库的事儿，却还是先接了圣旨。来人，给我搜！接着，门外立刻进来一队人马。搜什么？等等，徐夫人，这可是皇上下令搜查赃物。搜查赃物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先问清楚。什么话？你们说我相公偷盗国库银两，但是却毫无证据。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你们又怎么能确定是我相公偷盗了国库呢？这可是皇上下令搜查，咱家只是奉旨行事。那好，要是搜查完没有发现赃物，那是不是就该把我相公放出来？由于府上来了官差搜查，两个孩子都被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奶娘将元景和静根两个小家伙都抱了过来，元景哭得眼睛都红了，小顺子也从后院跑过来。梁氏接过静根哄着，怎么办？老三媳妇儿，怎么办呢？顾青青暗忖，这么多官差摆明是来他们府上搜查赃物的，现在徐行和他二弟都不在，府上就他们几个妇人和孩子，根本就拦不住。娘，让他们搜吧，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沈氏和梁氏几个人相互对望了一眼，听了顾青青的话后，几个人也没有别的法子，于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在府上搜查。很快顾青青就发现不对劲儿。公公，你们来搜查赃物可以，但是不至于我府上的东西都是赃物吧？你们这见什么拿什么，是不是也太过了些？徐夫人，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赃物，你说了可不算，要拿去审查过才知道。那些人在府上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番，最后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常见东西，还有几张100两50两的银票，就没有再搜查到别的任何东西。公公，你说我相公偷盗国库银两，但是你现在搜出来的这些东西，怕是连2、3千两银子都没有。怎么？难不成国库就只有这么点银子？传旨太监见没有搜查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但是却还是将刚刚搜查出来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都给带走了。不仅如此，那传旨太监走后，还留下一队人马，团团将顾青青他们的府上给围住了，还下令说，在赃物和证据找到之前，
不得让顾青青他们的府上的人离开一步。青青，那些人哪是来搜查赃物的呀？分明就是一群强盗。可不就是一群强盗吗？他们一来就见什么拿什么，就连府上的花瓶和瓷器都全拿走了。顾青青却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庆幸，幸好前几天他意外地发现徐忠诚在他和徐行的屋子外头鬼鬼祟祟，因此为了想试出徐忠诚的目的，顾青青和徐行一早就把屋里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老三媳妇儿，现在该怎么办？老三现在被抓去天牢了，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救他呀？是啊，青青，女婿现在在天牢里，我们得想法子救他。娘，我现在去天牢一趟。大姐，你要去见姐夫？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怕是还要先见一见相公才行。青青，老三绝对不可能做偷盗之事，娘相信他，相信他肯定没有偷过国库的银子，他肯定没做的，一定不是他。娘，你放心吧，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会想法子还相公一个清白。娘，我现在就去一趟天牢。青青，要不还是等你五弟回来，让你五弟陪你去。娘，没事的，我去见了相公就回来。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却被几个官差给拦下来。徐夫人，请回吧。让开，我要去一趟天牢。抱歉了，徐夫人，我们大人交代过，在没有找到赃物之前，你们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这个宅子一步。顾青青看着跟前的几位官差，不行，她必须要想法子出去一趟才行。顾青青正琢磨着法子，突然一辆马车停下来，再接着顾青青就见楚夫人带着萧雪柔先后从马车上走了下来。顾青青诧异了一下，她没想到竟然会看见楚夫人和萧雪柔。你们怎么来了？怎么，这个地方不能来吗？顾青青看着跟前的这两个人，搜查的人刚走，萧雪柔和这楚夫人就来了。这两个人未免也来得太过及时了些。也是，大表哥偷盗国库的事，现在京城人尽皆知。我就说嘛，大表哥不过是个五品官，一年也没几个俸禄，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买下这么大一个宅子？原来是偷的呀，只是这偷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这下好了，不仅大表哥的官职没了，人还进了天牢。等到皇上将大表哥偷盗银子的事情查清楚，这宅子也不是你们的了。到时候呀，你们这些人就会被赶出去。哎呦，真是可怜死了，这大宅子还没住上几天，就都成丧家之犬了。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雪柔，退下。行个儿媳妇儿，不管怎么说，徐大人是我们楚府的大公子，现在虽然他做了监守自盗这种不耻之事，但是到底也是我们楚府的人。现在本夫人过来，就是想好心的来告诉你一句，既然他做的这等偷盗之事已经败露，还是让他最好早点认罪，亲自坦白行窃偷盗之事，争取让皇上从宽处理，说不定还能留个全尸呢。对，那个姓徐的要是主动坦白认罪，说不定皇上还会给他留一个全尸。楚夫人，你这就说笑了，我相公从未做过这等偷盗之事，又何来认罪之说呢？顾青青不喜不怒的样子，反倒是让楚夫人心里有点不舒服。看来那个姓徐的娶的这个女人倒是有几分本事在身上。当初我们楚府几次三番要接徐大人回去，你们不回府上就罢了，没想到竟然会去做那等偷盗行窃之事。没银子你们早点说呀，那么大一个楚府，还不至于连一个大公子都养不起吧？如今你们去偷去抢的，不仅丢了你们的脸，就连我们的脸面怕也被你们这次一盗给丢了个干净。楚夫人，你这话就更说笑了。且不说我相公本就和你们楚府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是有，你们楚府的脸面怕是早就被你和楚大人丢得一干二净了吧？顾青青这话一说完，楚夫人的面色顿时一变，脸上的精致体面也装不下去了，
顾青青现在可没空管着姑母两个人，不等楚夫人说话，顾青青直接转身回了府上。下人砰的一声把府门关上。可恶，姑母，那个女人简直是太嚣张了。哼，放心吧，嚣张不了几天了。梁氏他们这会儿都焦急地坐在偏厅。老三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姐，你们要去天牢？外面有官差守着，我出不去。什么？外面还有官差守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顾青青暗忖，就算门口出不去，她也一定要想到法子出去一趟才行，要不然在屋里等着，那就是坐以待毙了。娘，你们先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的。哄睡了元姐和静哥，顾青青从屋里出去。顾青青叫小顺子去找一个梯子过来。小顺子见顾青青要爬梯子，哎呦，夫人，快下来，别摔了。小顺子闭了嘴。顾青青一步一步爬到了围墙上，趴在墙上，顾青青意外地发现围墙下竟然没有看管的官差。太好了，顾青青将梯子小心地搬过来，放到围墙的另外一边，当即又踩着梯子爬了下去。就在小顺子焦急不已的时候，顾青青已经顺利地爬到了外面，并将梯子再次给小顺子扔到围墙里。顾青青为了方便，身上的衣服在出门前换了一身男装，不敢耽搁，顾青青当即就打算去天牢一趟。顾青青一路打听到天牢，只是别说见徐行了，她发现她根本连牢房都进不去。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官差，顾青青偷偷塞了2两银子，这才打听到天牢乃是大理寺关押重犯之地，除非是有上头的大人提审，否则无论是谁都一律不得放入天牢内。这么说他今天想见到徐行怕是不可能了。当即顾青青立刻又抓了一大把的银子塞给跟前的人。这位小官爷，我想去天牢见一个人，要是你带我去，那这些银子就是。天牢是什么地方？哪里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可是我……走，赶紧走，这晚我可帮不了你。天牢进不去，还打听不到一点徐行的消息，不由得顾青青想到了秦无言。秦无言是当朝侯爷，这件事情去找秦无言帮他打听消息的话，肯定能打听到。于是顾青青决定现在就去找秦无言。到了秦无言府上，顾青青把身上的玉牌拿出来。秦府的管家看了顾青青手上的玉牌后，当即将顾青青请到府上。秦无言这会儿并不在，管家让顾青青稍坐片刻。很快秦无言从外面回来了。顾青青见秦无言一回来，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脂粉味儿，很呛人的味道。听府上的下人说你找我，不知道你这次找我是有何事？你刚才从哪儿过来的？身上的味道怎么这么重？小爷我刚从怡红楼过来，那味道真的很大吗？那小爷我现在去洗一洗。怡红楼，这名字……小爷我可是奉着我怡红楼的一堆美人不要，特意赶过来见你的。说吧，你要怎么谢小爷我？顾青青受不了秦无言身上这浓的呛人的脂粉味儿，反复被他呛咳了几次。你等会儿，小爷我现在去换身衣服就过来。等等，不用换了，我有件事想要请你帮忙。秦无言听完顾青青口中的话，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去打听一下那个姓徐的在天牢的情况？哼哼，小爷我说过，我不嫌你是个二手的，反正小爷我也不清白。既然那个姓徐的现在进了天牢，不如你现在好好考虑考虑，做我秦无言的女人如何？秦公子，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放心吧，小爷我现在就让人去帮你查。有劳了。很快秦无言的人就传了消息过来，只是秦无言的人去查到的消息就和圣旨上写的一模一样，别的就再无所获了。主子，徐大人这件事儿好像被人刻意封锁住了消息，属下去查，目前就只查到这些。顾青青一听更着急。秦无言见顾青青着急的样子，于是再次吩咐道：
下去继续查。秦无言的属下得了令之后就下去了。别担心，我的人肯定能把这件事给查清楚的。这样吧，我现在先送你回府，等我的人查到消息，我就立刻安排人去告诉你。眼下也只能这样了。于是顾青青决定现在还是先回府去再说吧。这时秦无言才后知后觉地将顾青青看着。你今天怎么穿了这一身男人的衣服？对了，我们的府上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起来，外面全部都是官差守着，还有巡视的人。那你是怎么出来的？翻墙。顾青青以为回去的时候还得想法子找一根梯子再翻墙回去，没想到有秦无言送他，秦无言直接就用轻功躲过了外面的那些官差，将他带回了徐府。自从顾青青翻墙爬梯子出去之后，小顺子就一直担心的不行。见顾青青和秦无言一起回来了，太好了，夫人，你总算是回来了。秦无言看着顾青青，有消息我会即刻安排人过来找你。顾青青点头。秦无言也在说完之后就用轻功消失了。顾青青看着离开的秦无言，没想到秦无言的轻功竟然这么好。本来顾青青就知道徐行这件事情事出蹊跷，现在就连秦无言的人去查都查不到任何别的消息。看来这件事情是有人早就有预谋的陷害。徐行出事儿，梁氏和沈氏他们都担心的不行。顾青青虽然心里也着急，但是目前的情况，天牢他又进不去，有关徐行的消息还被人封死了。顾青青决定现在他还是先等秦无言的消息吧。顾青青担心徐行的事儿也没什么胃口，整个白天都没吃过什么东西。下午徐明轩将外面的官差全部都打翻在地上跑了进来。娘，嫂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面那些人说三哥被抓了起来，还下了天牢，这是不是真的？老五啊，你三哥现在确实是被关进天牢里了。不可能，我三哥怎么会被关进天牢？说完徐明轩就往外面跑。老五，你要去哪儿？我现在就去找三哥去。徐明轩一溜烟跑了，梁氏他们拦都拦不住。哎呦，青青啊，现在怎么办？娘，见不到相公，五弟会自己回来的。老三媳妇儿，也不知道老三现在在天牢里头怎么样啊。是啊，也不知道女婿现在在天牢里到底如何了。徐明轩走了之后不久，顾燕也回来了，只不过顾燕是从外面翻墙回来的。大姐，你别着急，大姐夫的事我已经让莫将军去帮忙打听了，放心吧，只要莫将军那边有消息，就一定会过来告诉我的。顾青青连忙点头。大姐，你不要担心，大姐夫这件事我会帮他查清楚的。对了，大姐，莫将军的人去打听，还打听到了一点消息。是什么消息？大姐，莫将军的人打听到消息，说是因为大姐夫现在买的这个宅子，所以才被人怀疑的监守自盗，偷了国库的银子。什么？你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宅子，老三才被人怀疑偷到了国库？不错，莫将军让人打听到的消息确实是这样说的。可是买下这个宅子的银子，不是老三媳妇做生意赚来的钱吗？顾燕也将顾青青看着，一时间屋里所有的人都看向了顾青青。原本顾青青手里确实是攒下了一笔银子，打算在京城买下一个宅子，但是这个宅子的银子却不是他给的。大姐，这么说买下这个宅子的银子和大姐夫无关了？不是，这个宅子的银子不是我给的，也不是我做生意赚来的。啊？不是你赚的？二弟，你是说有人怀疑我相公偷到国库的银子，是因为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宅子？大姐，莫将军打听到，现在你们住的这个宅子并不便宜，没有7、8千两银子是买不下来的，而国库正好丢失一笔银子，所以就有人怀疑到了大姐夫头上。顾青青怎么都想不到，竟然会是因为这个宅子才让人怀疑徐行是偷到了国库的银子的。大姐，大姐夫可跟你说过这个宅子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吗？相公只说他在京城帮人做事赚了几笔银子，
这宅子就是相公帮人做事赚来的。老三可有说他在京城里帮人做了什么？当时并没有细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说帮人做事赚了几笔银子，而且银子的数目还不小。难道是女婿收了别人的贿赂？不，这不可能，老三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娘，相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这笔银子的数目不小，大姐夫到底帮人做了什么事，别人会给他这么多银子呢？二弟，相公和我说过，他买下这个宅子的银子，保证来路正当。顾青青一脸的肯定，这下顾燕和沈氏两个人也没有再说别的。晚上，顾青青回到屋里哄睡了两个孩子，看着两个小家伙睡得香甜的小脸儿，顾青青却怎么都睡不着。突然听见门外有响动的声音，谁？顾青青一脸警惕看向门口，过了一会儿，见门口没有任何的异样。就在这时，她刚转身却意外的被吓了一大跳。你是从哪儿来的？看着已经坐在桌子跟前的秦无言，不是想知道那个姓徐的消息吗？你查到我相公的消息了？这次秦无言却没有再回答，而是从怀里掏了几包包得鼓鼓的东西放到桌子上。这些是什么？看了顾青青一眼，依次将这些东西打开。吃的？这些东西可都是京城最大的酒楼做的，那个酒楼的烧鸡可是这京城的一绝，现在可都便宜你了。我不饿。你不是说已经查到我相公的消息了吗？快告诉我。你要是想知道那个姓徐的消息，那就听话，把桌子上的东西给吃了。要是不想吃也可以，那小爷我就无可奉告。那个姓徐的消息，你要是不想知道，小爷我也……我吃。顾青青刚啃一口秦无言给她的鸡腿，还别说呀，这秦无言刚刚给她带过来的这只烧鸡，味道还真是不错。终于在她吃了半只烧鸡之后，秦无言这才把他今天查到的消息告诉给了他。虽然有人故意将有关那个姓徐的消息封死了，但是小爷的人还是查到了一些眉目。都查到了些什么？前不久国库丢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银子，皇上本来是将这个事儿交给那个姓楚的，也就是楚怀胜去查这个案子，只是却不知怎么回事，这个案子却从楚怀胜的手中落到了大理寺那边。按理说，国库丢失银子这么重大的事，应该是该大理寺卿亲自审查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交给了那个姓徐的手上，让姓徐的去查此事。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开始负责的人是楚怀胜。还别说，那个姓徐的倒是也有几分真本事在身上。国库丢失的那笔数目巨大的银子，没过多久就被那个姓徐的给查到，并且全部追了回来。后来呢？后来这笔银子当时是交给大理寺卿给送去国库的，由于案子还未审理完，这笔银子也就是暂时封存在了大理寺，由那个姓徐的看管。结案的当天，也就是那笔银子要送回国库之时，银子竟然意外的都消失不见了。说也奇怪，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那个姓徐的突然买了你们现在住的这个宅子。顾青青已经听他二弟说过这个了，知道那些人怀疑徐行是因为现在他们住的这个宅子。现在你们住的这个宅子并不便宜，那个姓徐的不过是一个五品官，按理说就凭借他那点俸禄，别说买这个宅子了，怕是京城一般的住房也买不起，所以这件事也就直接怀疑到了那个姓徐的身上。可是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我相公偷到的银子，这个宅子就算是价值几千两，可国库丢失的银子不可能就只有几千两吧？国库丢失的银两有500万两。这么多银子？据我的人查到的，除了这个宅子，目前并没有别的证据证明国库丢失的银子就是那个姓徐的做的。那现在我该怎么办？这事儿我会让人继续查下去，要是再有别的消息，我会再过来告诉你。秦无言说完，突然身形一闪，就没人影了。这个男人还真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秦无言走后，顾青青没有立刻去睡，
看着放在桌上的圣旨，顾青青又再次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今天为何那群太监在还没有宣读完圣旨之前，就已经先将徐行给押入天牢了？按理说，就算是皇上下了圣旨，那也得等徐行接完圣旨之后，再把他押入天牢候审才对呀。这并不合常理。还有就是那位楚夫人和萧雪柔，他们这边刚接到圣旨，那萧雪柔和楚夫人后脚就跟来了徐家，这两个人的消息未免来得太过及时了些吧。顾青青仔细地将最近的事情串联起来想了一下，从徐忠诚突然来京城开始，再到魏余大人突然被远调，再到徐行被抓进天牢。顾青青之前还怀疑为何魏余大人会突然被远调。魏余大人在京城是唯一和徐行交好的同朝为官之人，那些人先是想法子让魏余被外调，这也就绝了有人想帮助徐行的可能。所以魏大人刚离开京城没几天，徐行就接着被抓进天牢里。不过秦无言说，那些人设计陷害徐行的证据除了这个宅子也就再无其他的了，那他就只需要找到证据证明徐行买下的这个宅子的银子和国库丢失的银子毫无关系即可。这件事还得去问徐行才行，只有徐行知道买下这个宅子的银子是从哪儿来的，看来他得想法子再去一趟天牢才行。为了方便行事，顾青青这次还是换了一身男装，再次翻墙出去了。躲过了在外面巡查的几个官差，顾青青又一次去了大理寺。顾青青拿了100两银子的银票之后，看管牢房的御差眼睛都直了。只要你带我去天牢见一个人，那这张银票就是你的了。顾青青见御差伸手来拿，当即将手缩了回去。慢着，我必须要见到我见的人，这张银票才能给你。换上粗布男装，手上提着饭菜，打扮成给天牢要饭送饭的人，顾青青终于总算是成功的混进了天牢。只是让顾青青没想到的是，他跟着这名御差将这天牢都仔细的找了一遍，却还是没有找到徐行的身影。天牢就只有这个地方吗？还有没有别的天牢？小兄弟，大理寺的天牢都在这儿了，怎么你没找到你要见的人？你当真确定没有别的地方是天牢？小兄弟，我在这天牢当了10年的狱卒了，我能不清楚吗？难不成刚刚是他看漏了？于是顾青青当即决定再和这名狱卒再去天牢挨个找一遍。小兄弟，我最后再带你进去一次，你可要看仔细了，要是再找不到，我也不能再带你进去了，要不然让上头知道不止你，怕是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顾青青点点头，再次跟着狱卒去天牢仔细地查找了一遍，没想到这次依然没有看见徐行。这次顾青青很确定，他每个牢房都仔细看过，并无遗漏。徐行不是被皇上的圣旨下令关进天牢吗？为何他把天牢都找遍了都没有看见徐行呢？顾青青满是不解。听说徐行现在不在天牢。什么？三哥他现在不在天牢？顾青青点头。圣旨上不是说将三哥押入天牢候审吗？那三哥他现在不在天牢，又在哪儿？虎弟，我们现在必须要先想办法找到相公的下落才行。怎么找？我这儿有一封信，劳烦你现在亲自跑一趟，帮我将这封信送给魏大人。魏大人？行，那我现在就把这封信给魏大人送过去。顾青青正谋划着如何救徐行，突然顾宁秀从外面带了一个人进来。大姐，这位大叔说要过来见你。三妹，这位是？徐权见过夫人。我好像并未见过你。少夫人，我的主子是徐老爷。徐老爷？我此次过来也是奉了公子之命来的。男人不急不缓地开口，顾青青是越听越懵。少夫人，我的救主徐老爷是徐大人的外祖父。什么？你说你的主子是相公的外祖父？不仅是顾青青，就连他身边的顾宁秀也是一惊。少夫人，公子让我转告你，让你不要担心，还说过不了2天就会回来。
当真是我大姐夫外祖父身边的人。夫人，你看这个。相公的玉姬。少夫人，这个玉姬是公子亲手交给我的，现在你总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除了这只玉姬，你可还有别的证据证明你是相公让你过来的？对了，少夫人，这个也是公子让在下交给你的。顾青青接过纸张，一打开就认出来，上面的字是徐行的笔迹。少夫人，这是公子亲笔写的信，你应该认得。你说是相公让你来找我的，我这相公让你来找我，是要跟我说什么？公子怕少夫人你们担心，故特意让我来告诉你们，让你们都不要担心。事情办妥后，他很快就会回来。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公子现在暂时还在大理寺的牢房关着，不过很快公子应该就会出来了。不对，我当时去天牢找了2趟，都没有找到人。少夫人，你还去过天牢？我想去找相公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少夫人，公子的事你不必担心，一切的事情都在公子的计划之中，你现在就只管安心在家等着公子回来就行。你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相公的计划之中？不错，公子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本来公子昨天就吩咐了我过来，要告诉夫人你们不要担心，但是昨天我忙完公子吩咐的事，天色已晚，怕打扰到少夫人，就没有过来。那你可知这个宅子是怎么回事？我听说那些人陷害相公偷盗国库银子的原因，是因为他突然买下了这个宅子。公子没有告诉你吗？我当时问过相公，不过他并没有告诉我，说以后再同我细说。夫人，公子当初买下这个宅子的银子都是我给他的。什么？买下宅子的银子是你给的？少夫人，你有所不知，徐老爷当初其实是留了不小的一笔家业给小姐的。当初小姐带着公子突然来了京城，那会儿我刚好有事离开了几个月。等到我一路打听小姐的消息，打听到京城之时，没曾却想听见了小姐和公子都命丧大火之中的消息。你说徐老爷还留了一笔不少的家业给相公，那为何我听相公的养母，也就是我的婆婆说，徐家在相公的外祖父死后就没落了？老爷当初在将死之际，看出姑爷表面上对小姐周到体贴，实则是个卑鄙小人。老爷说，姑爷为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人也阴狠。小姐一个弱智女子，又从小被老爷和夫人宠爱着长大，她并不知道人心险恶。老爷怕将整个徐府的家产都留给小姐，却会被姑爷悉数骗走，所以老爷当初留了一手，在老爷去世之前，只留了够小姐和姑爷生活的部分银子下来，别的生意老爷都交给了我，暂时帮忙代为打理。老爷说，要是姑爷对小姐生出异心，那他留下的这笔家业也足够小姐和公子用一辈子了。顾青青睁大了眼睛，越听越是吃惊，没想到徐行他外祖父竟然早就看清楚了徐行他亲爹的面目。可惜我来得太迟了，当初我赶到京城，就听说小姐和公子都已经命丧大火，要是当年我能早一点来京城就好了。当年要是我能早一点来京城，说不定小姐和小姐腹中那对双生子也不会死。老爷当初把小姐和公子二人托付给我，我却没有将小姐和公子二人照顾好。那你后来又是如何找到相公的？2个月前，我来京城做生意，意外听说了公子还活着的消息。一开始我并不相信，后来经过查实，我才确认公子确实还活着。幸好公子还活着，确定公子还活着，
我当即就很快动用手下的人打听到了公子的所在。顾青青没想到2个月前徐行外祖父的人就已经找到徐行了。当年老爷交给我的生意和家业，在我这10年来的经营下又翻了数倍。原本这些家业都是应该交给小姐的，现在既然让我找到了公子，我也把他们全部都交还到了公子的手上。所以相公是用他的外祖父留下来的家产买的这个宅子？不错，公子买下这个宅子用的银子，确实是用老爷当初留给公子和小姐的家业买的。对了，相公现在并没有在天牢关着，不知道被关在了何处。公子一开始是在天牢关着，不过就在昨天，公子已经被荣亲王的人带走了。荣亲王？这人又是谁？荣亲王是当今皇上的兄弟，也是当今太子的叔父。原来是皇上的兄弟，只是为何荣亲王的人会将相公从天牢带走？那大理寺的御差竟然想对公子用刑，对他屈打成招。什么？那些人对相公用刑了？那相公现在怎么样了？他可有受伤？少夫人不必担心，那些人还没有对公子用刑，荣亲王的人就已经把公子给带走了。现在公子被荣亲王关押在了大理寺的一间普通牢房，负责看守的人也是荣亲王的人。放心吧，有荣亲王的人在，公子现在很是安全，不会有事的。听男人这样说，知道徐行没有受伤，顾青青终于松了口气。少夫人，公子的事你不必担心，我还有公子交代我的事情要去做，现在我也该走了。徐叔，那相公的事情就有劳你了。男人刚走到门口，梁氏和徐忠诚突然从外面走进来。老三媳妇儿，刚刚那个人是谁啊？娘以前怎么没见过他？伯母，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娘，他就是府上的一个下人而已。徐忠诚在这儿，顾青青不得不防。顾宁秀听了他大姐的话，这下也闭了嘴，没有再多言。倒是徐忠诚还有些奇怪，又往刚刚那个人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老三媳妇儿，这都已经2天了，你说老三这事我们该怎么办？娘，别担心，放心吧，相公肯定会没事的。可是这老三现在在大理寺的天牢里待着呢，这要是万一大理寺那边给老三定了罪，那老三岂不是……伯母，大姐说大姐夫不会有事，那大姐夫就肯定不会有事的，你别担心了。再说大姐夫又没有做过偷盗国库银子的事情，这事儿只要是查清了，那就能还给大姐夫清白。老三媳妇，爹现在和你娘过来，还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一下。什么事？老三媳妇，算下来爹和你娘都已经来京城这么久了，我们也该回去了。爹这次过来就是和你娘一起过来和你辞行的。辞行？辞什么行？孩子他娘，我们都来了京城这么久了，也是该回去了。你之前不是已经答应说会和我一起回去照看小山？我是答应过你，等再过一段时间就和你一起回去。但现在老三出事了，他生死未卜啊！我这个当娘的，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离开？老三的事，不是还有老三媳妇在给他想法子吗？再说了，这事能怪谁？还不是怪老三自己。好好的官不当，却要做那等监守自盗之事。要是他没有偷国库的银子，那现在又怎会连官职都丢了，还下了天牢？老三是不可能去偷盗国库的银子的，他是被冤枉的。你可是他爹呀，老三他好歹叫了你10来年的爹了，你怎么能连自己儿子都不信？哼，就算是老三叫了我10多年的爹，但是谁让他跑去偷国库的？他都已经做了那等偷盗之事，你让我如何相信他？你……老三这次犯下的可是重罪，我看你和我现在还是赶紧收拾收拾包袱走了，
回到乡下去，要不然等皇上给老三定了罪，你要是不走，到时候怕是你我二人都要被连累。老三媳妇，我想你也不想老三的事连累到我和你娘吧？爹，你说的是，我也不希望相公的事情连累到你和娘。既然你和娘要回乡下去，那我会叫人帮你们准备包袱的。不，我不走。哼，你这个没良心的，要走你自己走，我是不会跟你一起走的。老三现在都还在天牢里，你竟然在这个时候提出走，你是不是人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想走，你就自己走。我是老三他娘，要是老三没有洗脱罪名，他一天没从大牢里出来，我就一天不会离开。老三，你又是一口一句老三的，你就算是不替自己着想，难道也不替老大和老二他们几个孩子着想吗？老三犯下的是什么罪？那可是偷盗国库的大罪。你我二人要是不赶紧走，到时候真被老三的事连累，怕是连家里老大他们几个孩子也会受到牵连。你以为我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家里的几个孩子和孙子着想吗？香儿和云儿还那么小，关个儿还不足周岁，难道你忍心让那几个孩子也跟着受牵连？我知道你是担心老三，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老三一个人，就连家里一大家子人都不顾了吧？你就听我一句劝，我们还是赶紧趁着皇上还没给老三定罪，赶紧的离开吧。要走你自己走，我不会跟你走的。还有，你不信老三，我信。老三也算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要是我连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都不信，那我还能信谁？老三是你带大的，可是他偷盗国库也是事实。要是他没做那等偷盗国库之事，又怎会被皇上罢免了官职，押入天牢？京城可都在传今年的新科状元偷盗国库之事，老三做的那等见不得人的丑事，现在可是京城人尽皆知了。哼，若你不信，你现在可以去京城随便去问问，街上随便一个人都知道老三偷了国库。你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们府外不是有官差守着吗？你是怎么出去的？老五他不是也没在府上，我是出去过一趟。顾青青也在这时把目光看向了徐忠诚，没想到徐忠诚居然在这几天还出去过一趟。我出去不也是为了打听老三的消息吗？我倒是希望老三没有做偷盗国库的事，现在可是全京城都在说，难道这还有假？哼，除了偷盗国库，京城之人还在传老三在大理寺做官的时候判了不少冤案，甚至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听说上个月老三见大街上一个姑娘长得好看，就把人家姑娘给强行玷污了，害得那位姑娘投了河。现在京城的人都在喊杀了老三，以泄民愤。闭嘴！呵呵，老三做了这么多十恶不赦的事，我劝你还是赶紧早点去天牢同他和离，与他绝了关系，说不定还能保住你和那两个孩子一条小命。哼，我也是看在和老三多年的父子情分上，这才好心提醒你，到时候就算是老三被皇上定了死罪，好歹能够保住你和那两个孩子的性命。闭嘴！你到底是从哪儿听来这些胡言乱语的？简直是胡说八道！老三绝对不可能是你口中说出来的那种人。哼，不可能！真要是不可能，外面怎么会那么多人都在传？老三自小就品行端正，他怎么可能会做出欺压百姓、横行霸道之事？更何况，老三和青青夫妻两个人感情这么好，他不会做出对不起青青的事儿。他要是没做过，又怎会人尽皆知了？你说我相公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请问可有证据？还有，你说我相公强抢民女，请问抢了谁？那名女子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外面的人都在传，这还能有假？这么说来，那就是毫无证据了。毫无证据的事情，你就说我相公欺压百姓，强抢民女，
那是不是毫无证据？我也可以随便说你作奸犯科，无恶不作。你不错，老三媳妇儿说的是，没有证据的事儿，你怎么能说那些事情都是老三做的？外面的人诬陷老三，你不信他就罢了，竟然跟着往老三身上捅刀子，枉费老三叫了你那么多年的爹，你配吗你？我也相信我大姐夫不是那种人。徐忠诚最后是气得甩袖而走。老三媳妇儿啊，娘信老三，他没做过那些事儿，只是你爹他，唉，老三也是你爹看着长大的孩子，这么多年了，你爹竟然相信外面那些风言风语，居然不相信老三。刚刚你爹说的那些话，青青，娘在这儿替你爹给你和老三赔个不是了。娘，你能一直这么信相公，有你这样的娘是相公的福气。娘，放心吧，很快就会等到还相公清白的那一天了。青青，娘相信老三是清白的。青青，老三在没有从天牢出来之前，娘都不会离开的。顾青青等到梁氏走远之后，立刻回头看着顾宁秀道：三妹，记住了，今天徐叔来过的事情一定不能对旁人提起。大姐，谁都不能提吗？娘和二哥他们呢，也不能说吗？除了二弟，其他人都暂时先别提。我知道了，大姐，你放心吧，我不会对任何人提的。嘱咐完顾宁秀，顾青青又在思考刚刚徐忠诚在他跟前说的话。顾青青坐在那里半天都没说话，顾宁秀站在旁边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姐，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你是不是在担心大姐夫？徐叔不是说大姐夫让他告诉你不要担心吗？放心吧，大姐夫不会有事的。顾青青点了点头，心中却在思考。他二弟顾燕说徐行的事儿他会找到莫将军帮忙去查，这几天他二弟都没有回来过，还有他五弟徐明轩也是。那天他让五弟徐明轩去给魏大人送信儿，五弟徐明轩到现在都没回来。按理说这么几天过去了，他五弟徐明轩也该回来了才对，不知道怎么现在还没回来。顾青青惦记着徐明轩，意外的也就是在这天，徐明轩突然就从外面回来了。这次徐明轩还是从大门回来的，听说徐明轩是打倒了几个官差从外面进来的。虎弟，怎么样？可把信给魏大人送去了？嫂子，我这次去你说的地方找魏大人送信，并未见到魏大人。为什么没有见到？顾青青记得徐行给他说过魏大人新去任职的地方，难道是他将地址记错了？嫂子，很是不巧，我去的那天刚好遇见魏大人出去办事了。听说魏大人此去少则半个月，多则2个月。不过嫂子，我已经把信交给魏大人的下属，魏大人的下属说他会帮我将信转交给魏大人的。对了，虎弟，你今天回来的时候可听见京城有什么你三个的传言没有？传言？什么传言？这么说来，虎弟你是并未听说过相公的任何传言了。嫂子，外面有3个的传言吗？我一路坐着马车到京城后直接就回来了，并没有听见什么谣言啊。那看来是五弟徐明轩没从车上下去过，这才没有听说过谣言的事儿。嫂子，到底是什么谣言？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的告诉了五弟徐明轩。谁传的？我听爹说的。嫂子，你说是爹说的？爹说他听见外面的人都在传言此事。五弟，你要去哪儿？我去找爹去。顾青青见五弟徐明轩去找徐忠诚去了，倒是也没有跟上去。徐忠诚的话，顾青青并没有全信。虽然徐行让他外祖父家的徐叔来过一趟，让徐叔给他们说了不要担心，可府外突然多出来的那些官差，也让顾青青再次觉得不踏实起来。只要徐行没从牢房里回来，顾青青也就不会真的踏实。没多久，府上的下人就跑过来：夫人，不好了不好了，您快看看去。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夫人，徐五公子在外面的门口
和那些官差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呀！这下没敢再耽搁，当即跑出去了。梁氏和徐忠诚两个人也是急急忙忙地往前院赶。青青啊，糟了，那个下人来说你五弟在门口跟官差打起来了。娘，别着急，我们现在还是先过去看看再说吧。顾青青刚到，就见五弟徐明轩被那些人用红缨枪打倒在地上。五弟，徐明轩一个闪身，给那些人伤了手臂。顾青青忙上前去。五弟，怎么样？你没事吧？老五，你手臂流血了。娘，嫂子，没事，就是被刺了一道口子而已。五弟，屋里有药，你还是先回屋里坐着，我去拿药给你抹上。徐明轩没有管手臂上的伤口，而是冷冷地再次把目光扫向了刚刚用红缨枪伤了他的那些人。老五，你手臂都受伤了，我们先回屋里去啊，让你嫂子给你上药。老五，你娘说的是，还是先回屋去上药要紧。嫂子，不过就是条口子而已，养几天就好了。我有话要问你，你先同我们回去。徐明轩本来是打算再去同刚刚那些人打一架的，不过见梁氏担心，顾青青又用眼神示意他走，徐明轩这才同顾青青一起回到他们的屋里。老五，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你怎么同门口那些人打起来了？爹说的三哥那些传言，我并不信，我想亲自出去打听打听，门口那些人不让我出去，我就和他们动了手。这么说，你是想出去打探一下外面那些谣言的事情？老三是什么样的人，娘最清楚，他是绝对不会做出那些欺压百姓、强抢民女之事的。见鬼的，说了也奇怪，门口怎么突然莫名的多了几十个高手守着？你说门口突然多了几十名高手？要不是因为府外多出来的那几十个高手，就凭之前那几个窝囊废，还能伤得了我？你现在先和娘他们坐会儿，我这就回屋去给你找药去。顾青青很快就把伤药给徐明轩拿了过来，有止血的，也有止疼的药。五弟，你手臂上这道口子不轻，现在暂时半个月内，你都不能用受伤的这只手臂拿重的东西，更不能用这只手臂同人动武。老三媳妇儿，老五这只手臂不会有事吧？娘，你就放心吧，五弟的手臂我已经帮他上好药了，只要五弟现在能听我的，好好养着，要不了1个月，五弟身上的伤就会基本痊愈。一会儿我再给五弟抓点内服的药，内服外服一起，五弟身上的伤会好得更快一点。可是青青啊，现在我们都出不去，又怎么给老五抓药呢？娘，你忘了我们府上还有一个库房是存放药材的吗？我现在就去库房去给五弟抓药去。娘也去。五弟徐明轩手上的伤解决了，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府上5、60人的吃喝问题。自从徐府被外面那些人围起来的那一天起，府上的下人就和顾青青他们一样不得出去，全都被困在了府中。顾青青他们现在基本是已经被软禁了起来。夫人啊，现在我们府上的菜蔬和肉已经所剩不多了，要是再不出去采买的话，可能撑不过2天了。现在府上的大米、面粉、鸡蛋可还够？大米和面粉都还剩下不少，管家已经差人去看过了，这些东西足够吃上几个月都没问题。只要有大米和面粉这些东西，那就还能撑上一段时间。至于蔬菜这些嘛，现在就只能先暂时忍忍吧。嫂子，要不我再想法子出去一趟。五弟，现在你手臂已经受伤，还是不要再去冒险了。可是我们现在被困在这个府上，总不能一直被困着吧？老三媳妇儿，老五说的是啊，我们要是一直被困在这个府里，那老三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办呢？顾青青也在焦急这个。虽然之前徐行让人过来告诉他不要担心，但是现在徐行不仅没回来，除了外面多了那些歹毒的谣言，就连他们府上看守的人也多了一大半还不止。而且今天伤了五弟那些人还都是高手，顾青青这心里也就7上8下的。听说外面多了不少看守的人，
沈氏和顾宁秀也有些焦急。青青，这外面多了那么多的人，那你二弟今天回来怎么办？伯母，放心吧，顾二哥肯定能够回来的。可是，你不是说外面那10几个都是高手吗？啊，对啊，今天你都受伤了，燕儿怕是也不是那么多人的对手吧？娘，伯母，你们就放心吧。依我看，那些人现在的目的只是不许人出去，进来的人，那些人估计也不会拦着的。你的意思是，只能进，不能出？我回来的时候，那些人并没有怎么拦着，门口就只有几个窝囊废，一下就被我都解决了。但是我之前打算出去，却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高手来。晚上顾燕儿回来的时候，燕儿，可是门口那些人放你进来的？当然不是。那你是？大姐，对了，我今天回来看见府外多了不少官差和看守的人。不仅多了不少人，还多了几10个高手。你看，虎弟的手臂就是被那些人给伤的。你和那些人动手了？我今天和那些人交手了一番，那些人不仅武功不弱，招式和路数都很罕见。二弟，你不是从大门进来的，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大姐，我今天是躲过了门外那些官差，偷溜进来的。顾二哥，不知道你是怎么躲过外面那些人进来的？我发现外面有不少官差后，就躲在一棵大树后，找准了时机，纵身从外墙跳了进来。顾二哥，我今天同那些人交手，那几10个高手的武功都不弱，你竟然能从那些人眼皮子底下翻墙进来，而没有被发现。我曾经在边关多次出生入死，更是数次潜入敌营打探消息，敌方的守卫比现在外面那些人的守卫更为森严，我都能躲过，更不要说外面那区区百10个人了。对了，大姐，我今天在外面听说了不少大姐夫的传言。什么传言？大姐，现在京城的人都在传大姐夫作恶多端，十恶不赦。不仅大姐夫偷盗国库的传言，京城的人都知道了。现在满京城的人都在说大姐夫在大理寺当差的时候，欺压百姓，霸占民女，更甚至于说大姐夫为了搜刮钱财，还判了不少的冤假错案。现在京城的人都在喊着要把姐夫给杀了，以平民愤。梁氏一听这话，顿时脚下一软，差点没站稳了。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这事儿了，你们还不信？现在老三媳妇儿他亲二弟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信了吧？那现在怎么办？皇上会把老三给处死吗？伯母，你放心吧，现在目前这些事都没有证据，就算是皇上这样给大姐夫定罪，那也得有证据才行。还有，莫将军已经查到了一点大姐夫这个案子的蛛丝马迹了。莫将军告诉我，他已经有部分证据可以证明偷盗国库的不是大姐夫了。真的吗？莫将军当真能找到证据，证明不是老三偷盗国库了？现在只是有了点眉目，证据还不全，等证据齐全，我再同你们细说。顾青青回到屋里，只见秦无言这会儿正坐在他屋里的桌前，悠闲地喝着茶水呢。秦无言，没你这么吓人的，要是你再来几次，我怕是没病都能给你吓出病来。下次来能不能好好过来？小爷我可是每次过来都是大大方方的过来的，是你眼神不好没有看见，这可就怪不得小爷我了。顾青青往秦无言身后那半开着的窗户看了一眼，这叫大大方方的来的？难道我说错了？哼哼，想不想听听那个姓徐的消息？我相公的事你查到眉目了？这天下就没有小爷我查不到的消息。快把你查到的事情都告诉我。据我所查，这次偷盗国库的人确实不是那个姓徐的。还有呢？虽然偷盗国库的银子不是那个姓徐的，但是你想救那个姓徐的，怕是也不容易。此话怎讲？我让我的人去朝中打探过消息，皇上对国库丢失银子的事大怒不已，而皇上现在也基本已经认定偷盗国库银子的人就是那个姓徐的小子。皇上的意思是对姓徐的速查速决，姓徐的案子是交由大理寺卿在查，但是据我的人查到的消息，大理寺卿也已经认定
偷盗国库银子的人就是那个姓徐的。现在那姓徐的身在大理寺的牢房关押着，皇上和审案的大理寺卿都已经基本给那个姓徐的定了罪。可是现在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我相公偷到的国库银子，他们怎么能就毫无证据的草率定罪？你以为他这事真的需要证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姓徐的这次的事很明显是有心人做局陷害，陷害他的人既然是做好了局，现在姓徐的被贬为庶人，还关进了大理寺的牢房，就连皇上也已经相信了此事。你觉得真相还重要吗？除了皇上和大理寺卿，虽然小爷我并不想承认，但是那个姓徐的也确实是有几分本事在身上。别人考中3甲，少说也要在翰林院做个1年2年的，才会被皇上另外安排官职。而姓徐的能在短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让皇上给他升官，在朝中也遭了部分人嫉妒眼红。所以这部分人也想趁着此次机会将我相公从朝中弄走。不错，部分人在朝中还向皇上进了不少那个姓徐的各种传言。顾青青顿时下意识地想到了他公爹徐忠诚说的那些把徐行讲得很是不堪的传言。秦无言看着顾青青面上的表情，看来那些传言你应该都已经知道了。今天确实听人告诉我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些传言，那我也就不用再多说了。京城中那些有关于姓徐的不利的传言，也都全进了皇上的耳中。现在皇上不仅因为信了国库的银子丢失是姓徐的做的，更是信了京城中那些传言。皇上已经对姓徐的动了大怒，说不定皇上龙颜大怒之下，直接吩咐将那个姓徐的给斩首示众。那现在这事儿该怎么办？除非那个姓徐的能见到皇上，并在皇上的跟前自证清白。徐行现在人关在哪儿，顾青青都不知道。再说了，徐行现在人在大理寺的牢房，就算是顾青青知道徐行关在哪儿，作为阶下囚，徐行又怎么能轻易见到宫里的皇上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除非……顾青青把目光看向跟前的秦无言。除非有人帮忙。别，这事儿你可别找我，小爷我可帮不了你这个忙。你不是皇上亲封的侯爷吗？既然你是侯爷，那你想进皇宫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吧？不错，这事儿对于我来说确实不是什么难事。小爷我想要进宫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小爷我可一向不会做亏本的生意。我去宫里帮那个姓徐的对我毫无好处，说不定还会给小爷我招来祸患，这不划算。再说了，要是那个姓徐的真要有个什么，小爷我那个第18房小妾的位置可一直空着呢，正好你可以来给小爷我做小妾，怎么样？小爷我可一点儿也不比那个姓徐的差，要不要你再考虑考虑？秦无言，我是一个有夫之妇，可做不了你的小妾。你的18房小妾的位置我也高攀不上，还是另请高明吧。除了去见皇上，还有没有别的能救下我相公的法子？据我所知，大理寺卿已经基本上给那个姓徐的定了罪，皇上现在对那个姓徐的也是龙颜大怒，要想翻案救下那个姓徐的，除非是见到皇上，要不然这个案子基本上就定了。我手上现在有部分证据，现在我可以将它们都给你。什么证据？秦无言随即从怀里探出了一个小的布包袱，放在了顾青青的跟前。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国库的银子丢失那天晚上，徐行并不在大理寺。还有那批银子丢失的蹊跷，我怀疑有可能国库丢失的那批银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还在大理寺。这话怎么说？秦无言让顾青青看包袱里的证据。顾青青把包袱里的东西拿起来查看。对了，那个姓徐的案子，好像一直不问世事的荣亲王竟然也参与了其中。荣亲王？你听过荣亲王？那位荣亲王
可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只是这位荣亲王由于生性闲散，早就不问朝中事多年，又常年在四海云游，听过这位荣亲王名讳的人并不多。你是怎么听说的？我也是偶然听别人提过几句，这才是略有耳闻。荣亲王早就不问朝中事，为何这次会主动地参与到那个姓徐的这次事情中来呢？秦无言觉得疑惑，顾青青也在思考。荣亲王和皇上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当初皇上还是宁王的时候，可是有好几个皇子同他争位，而荣亲王也是一直帮宁王的好兄弟。当然，帮皇上夺位的时候，荣亲王有一次还因为救皇上受了重伤。虽然在宁王登基后，荣亲王就不再管朝中事，但是皇上对宁王那个兄弟始终比待别的兄弟不同，这样人的情分也是别的兄弟不能比的。这么说来，当今皇上的关系和荣亲王的情分也是很不错了。荣亲王虽然不问朝廷中的事，但是荣亲王在皇上跟前说的话却是很有分量的。此次荣亲王也参与到姓徐的这个案子中，看来这个案子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顾青青忙看了看秦无言刚刚给他的证据。你这些证据都是怎么查到的？你真当我宁侯府养的人都是吃闲饭的废物？这些都是物证，我那儿还有一些人证。这些虽然不能找出国库丢失的银子在什么地方，但是却可以足够证明那个姓徐的清白了。带人证过来不方便，现在我已经将人证都安排在了我的侯府，说是你需要，可以随时安排那些人过来。那这些证据我就都收下了。秦无言交给顾青青的证据，这些都是不易查到的，没想到秦无言竟然都找了出来。只不过虽然顾青青的手上有了现在的这些证据，但是顾青青却立刻又为另外一件事情犯难了，那就是他现在不仅不知道徐行在哪儿，更是不可能帮徐行把这些证据交到皇上手里。眼下能帮他的，怕是也只有这跟前的秦无言了。顾青青于是再次把目光看向了面前的男人。你要干嘛？我想请你帮个忙。小爷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别的忙小爷我都可以帮你，但是唯独那个姓徐的，小爷我可没兴趣管。帮我。秦无言被顾青青盯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罢了，算是小爷我欠你的。我先同你说清楚啊，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但是我只负责把这些证据交给皇上，至于皇上信不信，那我可就不保证了。那我相公的事就拜托给你了。说完后，眼前黑影一晃，就影子都没了。这几天顾青青每天都亲自带着2个孩子睡觉，早上顾青青醒过来，习惯性的去抱2个小家伙，却在睁眼的瞬间顿时吃惊的目瞪口呆的愣住了。孩子呢？正当他打算去叫奶娘询问的时候，就见门外徐行怀里抱着袁景儿从外面走了进来。相公。青青，让你担心了。顾青青这会儿只是紧紧地抱着徐行，却是没有说话。徐行知道小媳妇儿担心坏了，任由着小媳妇儿抱着他。顾青青抱了好一会儿，这才缓缓地松开徐行。相公，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难道是秦无言将那些证据交给了皇上？顾青青猜测着，随即又觉得不对，这个时辰时间还早着呢，秦无言应该还没有去见过皇上。青青，偷盗国库银子的真凶已经查出来了，皇上现在知道了真凶是谁，自然也就把我放了回来。已经查出真凶了？不仅是真凶，就连国库丢失的银子也已经再次找回来了。相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行还没回答，外面的粮食就急急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老三，老三，娘听说你回来了。你不见的这些天，娘也担心坏了。老三，儿子，太好了，太好了，你可算是回来了。老三呢？你没受苦吧？还在牢里可遭罪了？娘，我没事儿。好好好，没事就好。
事就好。老三，你能平安回来，娘真高兴，一定是小姐保佑。对，一定是小姐，小姐最不放心的人就是你，她肯定会保佑你的。娘，这次的事情让你担心了。老三，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听说徐行回来了，沈氏和顾宁秀他们也都赶忙过来，看见徐行没事儿，沈氏和顾宁秀母女几个也同样的高兴。女婿啊，娘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做那偷盗国库银子之事，太好了，你现在终于回来了。老三，娘相信你，你是娘一手养大的，你是什么样的人，娘比谁都清楚，肯定不会做京城里传闻的那些事情的。顾宁秀虽然没说话，但是看见回来的徐行，顾宁秀是一脸的欣喜。只有最后跟在梁氏身后过来的徐忠诚站在一旁打量着徐行，面上带着疑惑。高兴过后，府上的下人来传话吃饭了。老三媳妇儿，既然早饭已经备好了，我们还是先去吃早饭吧。对，还是先去把饭吃了再说吧。徐明轩起来的迟，他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才发现徐行已经回来的事儿。老五啊，你这是干什么？你三哥回来了，还不快叫人？三哥，五弟，快坐下吃饭吧。三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皇上查清事情的真相，就把我放了回来。老三呐，那国库的银子到底是谁偷的呀？这还用问？肯定就是那个出府的人做的。不是出府的人偷的。那又是谁？难道是萧府的人？你猜得不错，这次偷到国库银子的人确实是萧府的人。萧府？老三，你说的萧府可是萧丞相的府上？徐行嗯了一声。女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那个萧丞相府上的人要去偷国库的银子呢？这还用说，肯定是萧府想嫁祸给三哥。相公，你说国库丢失的银子已经找到，那这个银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青青，其实那笔银子还在大理寺放着，并没有被人挪走。你说那笔丢失的库银一直都在大理寺？徐行点头。老三，你说国库丢失的银子其实一直在大理寺，这又是怎么回事啊？那些银子虽然都在大理寺，不过却是被人转移到了大理寺一个废弃的库房中。那个地方不仅是地下室，阴暗潮湿，被废弃后去那个地方的人也极少，但是那个地方够宽够大，这也是为何能将丢失的那么多箱库银都藏在那儿的原因了。顾青青没想到国库丢失的银子竟然都在大理寺废弃的库房里，不过却不得不说，那个真正的偷盗银子之人确实是有几分本事的。将库银放在看似危险的地方，实则相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相公，你说此案已经查清，不知皇上是如何将此案查清的？青青，1天前我曾经进宫过一趟。你不是已经被皇上下了圣旨关押起来了吗？你是如何见到皇上的？我知道，肯定是魏大哥帮的忙。这次我能去宫里见到皇上，并不是魏大哥帮忙。不是魏大哥，那还会是谁？徐行这次却将目光看向了旁边的小媳妇儿。顾青青的头中也顿时出现了一个人。难道是他？三哥，你快说是谁啊？到底是谁带你去宫里见了皇上啊？是啊，老三，谁带你进的宫啊？荣亲王。荣亲王？这人是谁？徐明轩和梁氏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名字，倒是顾青青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徐叔和秦无言都提到过此人，他没想到荣亲王竟然会帮徐行。我将查探出的证据交给了皇上，皇上一开始并未完全信我说的话，但是按照我提供的线索，皇上成功在大理寺找出了国库丢失的银子，这才信了我所言非虚。三哥，这么说来，是你将所有的证据找齐，并且再次找回了国库的银子？老三呐，你不是一直都在大理寺的牢房里关着吗？你又怎么把那些证据给找出来的？公子其实早就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门外突然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
大家同时看向门口。啊，竟然是你！娘，你认识他？徐权见过公子。徐叔不必多礼。你是当年跟在老爷身边的人？不错，我确实是当年老爷身边的人。老爷？什么老爷啊？娘，三哥，你们到底是在打什么哑谜啊？我怎么越听越懵啊？梁氏没想到这么多年了，竟然还能看见当年徐府的旧人。老五，快过来，见过你徐叔，他可是当年你三哥外祖父身边的人呐。徐明轩得知跟前的男人是徐行祖父当年身边的人，又问：徐叔，他说这一切早就在三哥的预料之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公子早就防着楚府和萧府的人，那萧府和楚府的一举一动其实早就在公子的掌控之中。三哥，要是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的话，那你为何不早点揭穿他们呀？为何你会让他们将你陷害进大理寺的天牢？不仅丢了官职，还差点连命都给丢了。对啊，女婿，你竟然早就知道了萧府和楚府的阴谋，为何你不早点揭穿他们？难道是……因为此事是公子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女婿啊，你为何明知道他们要陷害你，却还故意不阻拦呢？相公，难道你是故意让他们去偷盗国库银子的？少夫人，你猜得不错，公子正是此意。梁氏等人再次懵了，他三哥竟然还故意让楚府和萧府的人去偷盗库银。偷盗国库银子，嫁祸朝廷命官，这两样罪名加起来，那可是皇上不可饶恕的重罪。既然那萧府和楚府的人自己作死，公子又何必阻拦呢？哦，所以这就是三哥明知道萧府和楚府的阴谋，却没有去阻拦的原因。不错。如此一来，此次相公一次就能除掉萧府和楚府，一举两得。夫人，你说的不错，这正是公子的意思。哎呦，老三呐，可是你这样做，万一真的就被楚府和萧府的人陷害成了，那可怎么办呢？对啊，三哥，娘说的不错，你这次的事也做得太冒险了。呵呵，你们就放心吧，这件事公子早就做好了周密的安排，这一切都在公子的掌控之中。再说公子的谋略，怕是10个萧府和楚府都不是公子的对手。不管怎么说，只要徐行现在没事就好。大家又再次笑了出来。相公，你说真正偷盗之人是萧府的人，难道是萧丞相？不是萧丞相。不是萧府的人吗？那不是萧丞相的话，又会是谁呢？难道是萧雪柔的亲爹？莫不是萧丞相之子做的？是的，这次偷盗国库银子的事，确实是萧丞相的儿子做的。不过，虽然这件事不是楚府做的，但是楚夫人却也是主谋之一。这次的事，楚夫人也难逃罪责。皇上查明了真相后，萧府和楚府的人都被皇上下令给抓了起来。听说楚府已经被抄家，萧丞相府上除了那位老丞相，府上的几位公子和夫人，就连孙小姐和孙少爷也全都被皇上下令给押入了大牢候审。听说萧府和楚府的人现在全都被押入了天牢候审，顾青青和梁氏他们都很是高兴。老三，那个楚夫人和姓楚的作恶了这么多年，总算是遭到了报应。这么多年了，小姐的仇终于可以报了。对了，相公，那楚夫人之前谋害娘的证据，趁着这次也一并交给皇上吧。老三，你当真一直都在收集楚夫人毒害小姐的证据？相公到了京城之后，一直在暗中查找当年的证据，不仅找到了一些物证，还有人证也找到了一部分。三哥，既然你都已经将那毒妇杀害伯母的证据找妥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趁着这次都给皇上交过去啊！放心吧，公子找到的这些证据早就已经都给皇上呈了上去。好好好，太好了，
小姐的冤屈终于可以得报了。哎，娘，爹呢？啊，可能你爹回房去了吧。屋子里的众人谁都没有注意到徐忠诚，大家都以为徐忠诚是回房去了，也没人在意。徐行说是还要去大理寺一趟。老三呐，皇上不是都已经相信你的清白了吗？为何你现在还要去大理寺？娘，这个案子呀，由于和我有所牵涉，虽然现在皇上已经信了我给上去的证据和证人，但是在案子没有结之前，还是需要我配合去大理寺审查的。相公，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放心吧，我这次啊，很快就能回来的。上午的时候，徐忠诚突然不见了，大家都以为徐忠诚是回屋去了，直到梁氏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找顾青青。哎，老三媳妇儿，你爹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娘已经把府上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你爹呀。娘，别着急，可能爹去京城外面逛去了。听说徐忠诚不见了，徐明轩也赶忙四处去找了找。顾青青看在梁氏和武帝他们几个人的面上，还是安排几个人出去帮忙找一下。老三媳妇儿啊，你爹在这京城里又不认识什么人，平时你爹就算是出去，不到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呀。可今天这都大半天过去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哎呦，到底你们爹他去哪儿了呀？娘，这2天爹可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啊，你爹他一直都这样，娘也一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那屋里呢？你和爹住的屋子，你都仔细看过没有？娘，这样吧，我现在和你一起和你和爹住的屋子去看看去。打开门，顾青青看了一下，爹的衣服呢？娘，难道爹他老人家离开京城了？大姐，伯母，你们快看，这儿有一封信。啊，信？这是哪儿来的信？难道是爹他老人家留下来的信？梁氏和徐明轩2个人也在旁边一脸焦急地看着。嫂子，这信上都写了什么？是啊，老三媳妇儿，这信上都写了啥呀？顾青青看完手中的信，娘，武帝，爹他现在确实已经离开京城了。这么说，这封信还真是你们爹留下的？娘，爹他怎么会突然离开呀？连招呼都不和我们打一声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氏没说话。嫂子，爹可说了他离开的原因？爹在信上说，他来京城这么久，也该回去了，说他不放心小山，打算回去照顾小山，还说二哥和嫂子现在铺中的事情也忙不过来，他回去也好帮衬帮衬。就算是爹他老人家想回去照顾小山，那也该给我和娘说一声才是啊。老三媳妇儿，你爹在信上还说了别的什么没有？爹还说，既然娘你不肯跟他回去，那他就自己先回去了。梁氏听了之后没有再说什么。娘，爹应该现在还没有走远，要不我赶过去找他。唉，罢了，不必去找了。既然你爹已经回去了，就让他回去吧。离开梁氏的屋子，顾青青头中不由得还在想徐忠诚突然离开的事儿。虽然在屋里顾青青没有多说，但是顾青青却在暗忖，这次徐忠诚突然来京城，不仅来的时候蹊跷，就连回去也回去的蹊跷。这个徐忠诚这次走得如此匆忙，绝对有问题。晚上徐行一回来，顾青青就把这事儿给他说了。听说徐忠诚回去了，徐行面上倒是并不意外。相公，这事儿你也早知道了，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说。青青，爹这次突然来京城，其实是楚怀胜安排了人将他从乡下接来的。爹还真和楚家有关系？一开始徐忠诚只是答应了楚府的人同他们一起来京城劝我，让我听命于楚府，再答应搬回楚府去住。后来楚府的人又利用徐忠诚在府上当内应，将你我2人的行踪全部通报给楚府的人，甚至徐忠诚好几次想去你我2人住的屋子，就是想去我们屋里帮楚府探查消息。起初爹只是对娘这次只身单独来京城的事不满，答应楚府来京城，也是想来京城将娘接回去。但是楚府的人对爹恩威并施，一边给爹以丰厚的诱惑，一边则是恐吓吓唬。爹害怕他和楚府的事情暴露出去，再加上楚府的人给了爹不小的诱惑，于是爹也对楚府的人开始言听计从起来。所以爹这次离开也是因为害怕此事暴露，
这才趁着众人不注意偷偷逃走了。楚府和萧府的人这次都是因为偷盗国库银子的事情被皇上下了大牢了，楚府和萧府都倒了。徐忠诚不傻，见形势不好，怕他和楚府一起做的事暴露了，也狡猾的趁机提前溜了。那这么说来，爹要离开的事情你早就知晓。我安排人盯着爹，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过来禀告于我。他从京城离开的事我也早就知道了。这么说你并不打算对爹追究？青青，虽然爹这次的确是给楚府做了内应，但是爹却并没有从我们这儿查探出什么，也并没有给楚家什么真正的消息。不管怎么说吧，他对我们也算有过养育之恩，还有看在娘和二哥他们的面子上，这次的事我确实是不打算再追究了。所以这也是你明知道爹他会离开的事情，却没有安排人阻拦的原因。徐行点头，也好，反正现在他已经主动回了乡下。徐忠诚离开了，也就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威胁。对了，相公，不知这次的案子多久才能审完？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就这2-3天之内，案子就能结完了。这些天徐行不在，顾青青都是把2个孩子抱过来自己身边睡的，这会儿也是。我叫奶娘过来。很快奶娘就进来，一人一个把2个小家伙给抱了出去。奶娘一走，徐行就扣住了小媳妇的手腕，反手将小媳妇压在门后亲了下来。青青，我饿了。顾青青昨天被欺负得狠了，第2天起来也觉得身上有些不大舒服，胡乱的吃了点早饭，就借口头晕回房歇着去了。顾宁秀一脸的担心，还说要给他大姐请大夫来瞧瞧。你大姐她没事儿，应该歇会儿就好了。顾宁秀不解，沈氏倒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抿着嘴笑了笑，就带着顾宁秀去看楚七七那个小丫头去了。顾青青躺了半日，身上也觉得总算是舒服了点。刚起来，一走出去就听见府上的下人在窃窃私语。2个丫鬟本来还在说着什么，一见到顾青青，2个人都被吓得同时闭了嘴。顾青青走上前去，你们2人刚在说什么？没什么。要是不说实话，那明天你们2人也都不用再来府上做事了。夫人，别赶我们走，求你，求求你了，别把我们2个人赶走。我们说，你要知道什么，我们都说。要是还想在府上继续留下来，那就好好交代刚才的事情。夫人，是楚老夫人还有萧府的那位小姐。这是怎么回事？2位小丫鬟这下不敢再隐瞒，如实就把外面发生的事儿一字不差的给顾青青讲了。顾青青没想到，那位楚老夫人和萧雪柔竟然来了。夫人，我们现在可以下去了吗？行了，去忙你们自己的事吧。顾青青走到前院的时候，正好看见梁氏几个人从外面进来。老三媳妇儿啊，你怎么出来了？你身上不大好，我不是让你在屋里头好好歇着吗？娘，我听府上的下人说，楚老夫人和萧小姐来了。我不是都吩咐下去了吗？谁传到你耳朵里的？娘，是我意外听见府上的2个小丫头在窃窃私语，叫住他们问出来的。青青，怎么样？身子可舒服了些？睡了会儿，好多了。府上的2个小丫鬟都说楚老夫人他们在门外破口大骂，只是顾青青这会儿却听见门口安安静静的。娘，不是说那个楚老夫人在外面破口大骂吗？怎么没事呢？大姐，快别提了，那2人在我们府外骂了半天了，总算是刚刚被2哥带回来的人给拖走了。二弟，难道是顾燕将那位楚老夫人给带走了？不错，确实是你2弟把那个楚老夫人给带走了。大姐，2哥回来的时候，那个楚老夫人正在门口大骂你和姐夫。2哥一听，当即上前一把揪住楚老夫人的领子，就将她提了起来。你不知道2哥当时的表情有多吓人，就连那楚老夫人都被2哥吓得不轻。那二弟呢？他现在在哪儿？
你二弟啊，安排人把那位楚老夫人带走之后，他就出去了。大姐，你不知道那个楚老夫人简直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她今天在我们门口不仅大骂姐夫，还大骂你。明明是那个楚府和萧府的人谋害大姐夫不成，反倒把他们自己给害了。可是那个楚老夫人今天竟然在府外大骂，说是大姐夫陷害楚府和萧府，还说就是大姐夫偷了国库的银子栽赃陷害他们的。可不是嘛，那位楚老夫人简直是胡说八道，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忘了来往女婿和你身上泼脏水。这事情真相是什么，皇上自会查明，并不是那个楚老夫人在这胡说八道，皇上就信她了。老三媳妇儿，老三可说了这案子什么时候能审完没有？我已经问过相公了，相公说这次国库丢失银子的案子，要是不出问题的话，也就在这2-3天之内就会审完。听顾青青说，案子就在这2天就会审完，梁氏明显是松了口气。虽然现在徐行是从大理寺的牢房回来的，可是到现在为止，皇上也没有将徐行的官职恢复原位。现在徐行依然还是一介平民，案子没有审完，梁氏心里也很不踏实。毕竟那个楚夫人的亲爹现在还是当朝一品的宰相呢，梁氏就怕这事儿拖久了会出岔子，早点审完，梁氏才能早点安心。顾青青还以为这次偷盗国库银子的事儿也有楚怀胜一份。据我所查，楚怀胜并没有掺和其中。这么说来，这件事楚怀胜并不知道。他虽然是没有掺和其中，但是却并不代表他是清白的。难不成楚怀胜也知道楚夫人和萧府3公子和2公子一起联合陷害你这事儿？徐行没说话，眼底的神色却是深不见底。相公，那楚怀胜还当真是头老狐狸啊！这次的事情他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情，并未掺和其中。这样一来，楚怀胜不仅可以坐收渔利，同时还能借助楚夫人的手除掉你。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楚夫人他们做的事情东窗事发，那他也并没有掺和其中，皇上就算是怪罪下来，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顾青青越想越觉得楚怀胜实在是高啊。说完，顾青青发现徐行面上的表情不是太好看，当即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那个楚怀胜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徐行的亲爹，而这次楚怀胜竟然对徐行起了杀心，丝毫没有念及父子之情。要是楚夫人做的事情一旦陷害成功，那徐行可就不仅是丢了官职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徐家当堂就会被皇上抄家问斩的。到时候怕就是连袁景和静个2个不到1岁的孩子都会被牵连。不仅是自己的儿子，楚怀胜那个当爹的甚至连自己的亲孙子都没给他们留下活路。虽然姓楚的这次没有掺和其中，但是这次的事他也未必就能够置身事外。那萧丞相和萧府的大公子呢？萧丞相对此次的事情并不知情，皇上念在萧丞相这么多年被朝廷尽忠尽职的份上，肯定不会迁怒于他的。至于那丞相府上的大公子，虽然这次偷盗国库银子之事他不是主谋，但是这事儿他也牵涉其中。这次那萧府的3个公子一个也跑不掉，当年的旧账也是时候和他们一次清算了。相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徐行他娘的死还和萧丞相的几个儿子有关？当年楚夫人毒害我娘的药，就是萧丞相的第3子萧承祖去帮楚夫人找来的。萧3公子不就是那位萧雪柔的亲爹吗？楚夫人将我娘骗入楚府后，就一直想法子想将她杀了，但是杀人偿命，楚夫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将我娘杀害之事，于是想到了在我娘的吃食中下毒的法子。为了不让我娘发觉此事，楚夫人便找到她的3哥，让那萧承祖帮她找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毒药找来后，楚夫人每天都在我娘的吃食中下一点，直到后来我娘开始吐血，卧床不起。虽然那个楚怀胜不仁不义，但是到底还是顾念这一点我娘当初对他的情分，他也并没有想过要毒害我和我娘。楚夫人自从我娘进府后第1天
就视我娘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早点将我和我娘除掉，楚夫人便去找了她的大哥和二哥，让她的大哥和二哥在朝中想法子将楚怀胜外调1个月。这么说来，当时你爹刚走，那个楚夫人就对你娘下手了。楚夫人先是给我娘下毒，后来又放火活活将她给烧死，就连我娘的尸骨楚夫人都没有放过。在我娘被火烧死后，楚夫人将她的尸骨全部都让楚府的下人拿去喂了野狗。顾青青啊的一声叫出来，听得有些不寒而栗。楚怀胜还要靠楚夫人和萧丞相在朝中平步青云。对于我娘的院子突然失火之事，楚怀胜虽然早有怀疑，却并未打算追究此事。楚夫人在外早就已经对外称我娘是意外失火而亡，再加上楚夫人是萧丞相家的小姐一事，京城的官吏上赶着讨好萧丞相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去探查此事？我娘当初的案子也就草草的在大理寺结案了。徐行说着他娘当年的案子，语气很是平静，好像说着一件和他无关的事情一样。相公，这个小傻子。这事儿已经过了10多年了，再多的情节也早就淡了。再说他一个大男人，哪儿需要他如此小心翼翼的安慰呢？2天后，徐行的案子终于了结，得知结案，梁氏比谁都高兴。这天徐行刚回来，紧接着皇上的圣旨就从宫里送了过来。顾青青和梁氏等人全部都笑着去接旨。案子查清了，皇上查明偷盗国库之人不是徐行之后，也恢复了徐行的官职。由于这次国库银子丢失，查清这个案子提供证据的人是徐行，皇上还给徐行升了1品的官职。原本是5品官的徐行，这次之后成了4品官。太好了，老三，皇上终于给你恢复官职了。如今你恢复了官职，娘也就放心了。女婿啊，你能恢复官职，娘也很替你高兴。相公，不知这个案子皇上是如何判的？对啊，老三，你还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娘，这样吧，我们还是先回屋再慢慢说吧。好好好，那就先回屋再说吧。几个人一起到了偏厅坐下。老三，你告诉娘，那个楚夫人可受到应有的惩罚了？相公，你这次不是把当年楚夫人谋害娘的证据都一并交给皇上了吗？娘，青青，楚夫人是偷盗国库银子的主谋，虽然银子不是她偷的，却是她出的主意。偷盗国库银子那是大罪，再加上我娘的那条命，更是罪上加罪。那皇上是如何判的？